嗨，大家好，我是大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做法式马卡龙，我会详细介绍马卡龙制作中哪些是影响马卡龙成败的关键因素，操作过程中每一步的注意事项，以及目前互联网上许多食谱中都存在的错误，还有从来没有人提到过但我非常好奇并上手实践了的事情，用盒装灭菌纯蛋清做马卡龙。视频中的结论一部分引用自我搜索到的论文，更多的是我自己最近1年断断续续做了几十次马卡龙的实验观察。就像标题中说的那样，我也确实没有穷尽马卡龙制作中的全部问题，所以谦虚地说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指南，但我依然介绍了非常多的马卡龙制作过程中的细节，是今年开始做这个频道以来最长的教程，希望对你做出成功的马卡龙有所帮助。与我过往的食谱一样，视频中所提到的食材的具体用量、制作步骤以及详尽的注意事项，我都总结成文字版，放在我的个人博客 PhD Cafe 中，方便大家参考。也欢迎在其他平台关注我。制作马卡龙的食材只需要4种：糖粉100克、杏仁粉70克、蛋清50克、细砂糖20克。这些食材可以做大约30个直径4厘米左右的马卡龙壳，也就是15颗马卡龙。糖粉买市售的糖粉就好，市售糖粉中含有少量的玉米淀粉，能防止糖粉结块。不要自己用料理机把砂糖搅打成糖粉来用。杏仁粉这个名字在中文中有些迷惑，国内的朋友记得要买美国扁桃仁 almond， 不是国内常说的杏仁 apricot。买的时候选择标注了超精细研磨的 extra fine grind， 颗粒会更小一些。蛋清的选择和打发的注意事项比较多，等下打发蛋清的时候我再详细讲解。先简单说一下结论，就是用新鲜的蛋清完全没有问题，不需要冷冻蛋清，也不用特意去制作老化蛋清。在正式制作前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烘烤马卡龙需要一个大的平底烤盘，上面可以垫上烘焙纸、硅胶垫或是泰芙龙的烘烤油布，以供马卡龙的面糊挤在上面并烘烤。烘焙纸我试过各种防水防油类型的，但都有吸水变皱、马卡龙壳变成椭圆形的问题，所以为了做出完美的圆形马卡龙，我推荐用画有马卡龙轮廓的硅胶垫或是泰芙龙的油布来烘烤。如果用油布的话，可以把硅胶垫放在下面，用来辅助挤马卡龙的面糊，挤完后抽走底部的硅胶垫就好了。准备一个圆形的裱花嘴和一次性裱花带，我用的是直径大约1厘米的裱花嘴，这个大小我觉得操作起来最舒适。裱花带用一次性的比较方便。将裱花嘴放好后，扎紧后端，然后把裱花带套在一个高一点的杯子上，方便等下装填马卡龙面糊。马卡龙多数情况下需要调色，所以还需要色素。许多食谱都会推荐使用胶状色素或是色粉，说是相比于水基的色素，能避免引入过多的水分，影响蛋白霜的稳定性。其实只要不是有机的色素都可以，这么几滴液体不足以对蛋白霜的稳定性有什么影响。做马卡龙的第一步就是过筛杏仁粉与糖粉，但是筛网和筛网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我这里2个筛网，一个孔洞比较大，能筛过去所有的杏仁粉，另一个孔洞小的，杏仁粉只能筛一半丢一半。有些食谱会说用小孔洞的筛网，保证杏仁粉细腻很重要，其实并不是特别必要。更细腻的杏仁粉只会让做出来的马卡龙表面更加光滑好看，并不是能够决定马卡龙成败的因素。刚才提到的超精细研磨的杏仁粉的颗粒大小，制作马卡龙完全够用。过筛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去除杏仁粉和糖粉中的大的结块。如果你决定用更细的筛网的话，就记得先过筛再称量。杏仁粉和糖粉混合过筛后，用手动打蛋器将两者混合到完全均匀，杏仁粉表面有糖粉覆盖的状态。混合均匀的杏仁粉和糖粉是马卡龙制作成功很关键的一步。今天我们做法式蛋白霜，也就是蛋清打发过程中逐渐添加细砂糖，直到蛋白霜达到理想的状态，跟做戚风蛋糕时打发蛋清是一样的流程。意式蛋白霜是在蛋白打发过程中倒入熬煮到116摄氏度的糖浆。此外还有瑞士蛋白霜，是把细砂糖先全部加到蛋清中进行水浴加热，搅拌到砂糖全部溶解，然后再打发蛋清。后2种蛋白霜打发后的体积更大，蛋白霜更加粘稠，
普遍认为比法式蛋白霜更容易成功，但对于家庭少量制作来说，操作也更加繁琐。我还是更喜欢操作简单、制作快速的法式蛋白霜。多数食谱都会提到，添加柠檬汁、白醋、塔塔粉这一类酸性的物质，能改变蛋清的 pH 值，帮助蛋白霜更稳定。但其实酸性物质的作用不止于此。蛋清中的蛋白质在打蛋器的搅打作用下，折叠着的结构会打开，与周围的蛋白质上的基团形成化学键，组成网状的结构，包裹住蛋清中的水以及搅打进蛋清的空气，从而使得蛋清的体积膨胀。酸性物质其实会减慢化学键的合成这一过程，能够避免蛋清搅打过度，使得包裹在蛋白质中的水分被挤出，蛋白霜变得粗糙。我这里是放了大约1克左右的塔塔粉，你也可以用柠檬汁、白醋替代。有些食谱还会提到冷冻蛋清更好打发，这就完全没有任何依据了。论文中实验的结论也是适当加热蛋清，有助于刚才提到的蛋白质的结构改变，从而有助于蛋清的打发，就像瑞士蛋白霜的制作一样。还有一些食谱提到的老化蛋清，也就是在冰箱放置一段时间的蛋清，使得蛋清失去部分水分，相应的蛋白质含量会变高，从而增加蛋白霜的稳定性。我查找到的实验结论是，老化蛋清会一定程度上增加蛋白霜打发后的体积，但对于蛋白霜的稳定性没有太大影响。储存时间过长的老化蛋清反而会极大降低蛋白霜打发的体积与稳定性，所以也并不需要特意去制作老化蛋清。至于这种市售的盒装灭菌纯蛋清，其实也是能做马卡龙的。我没有找到任何用这种蛋清做马卡龙的视频和食谱，也许我是全网第一个用纯蛋清做马卡龙并拍成视频上传的人了。偶尔有些视频里会提到说这种纯蛋清不容易打发，但不容易打发不代表不能打发。这种灭菌纯蛋清经过了大约50到6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灭菌步骤，这个温度下蛋清中的部分蛋白质会水解变性，导致纯蛋清不容易打发。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我尝试的结果就是，同样的操作步骤，灭菌纯蛋清也能打发形成绵密、细腻、纹路清晰、状态稳定的蛋白霜，同样也能做出成功的马卡龙。等下在烘烤步骤讲解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蛋清直接开打蛋器的最高速搅打，直到气泡变得绵密的状态，加入大约1/3的细砂糖，改以中高速继续搅打到蛋白霜变得更加细腻，有轻微纹路的时候，再加入大约1/3的细砂糖。当蛋白霜中的纹路变得更加明显的时候，加入剩余的细砂糖，改以中速搅打蛋白霜，直到硬性发泡的状态。加糖的时机不需要太早，糖在蛋白中溶解后形成糖浆，一方面能够稳固蛋白质形成的网状结构，增加蛋白霜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却也能让蛋白霜中的水分析出，极大减慢蛋白霜的打发速度，使得蛋白霜变得粗糙。至于最后蛋白霜搅打到硬性发泡程度的判断，其实不同的糖的用量，蛋白霜最终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不同的。我用的配方，细砂糖占蛋清重量的40%，最后搅打完成后提起打蛋器，是可以呈现直立硬挺的尖角的状态。如果配方中细砂糖占蛋清重量的比例在80%到90%左右或者更高，蛋白霜会变得非常粘稠，打蛋器提起后是难以形成硬挺的尖角的，这个判断标准就不适用了。除了感受搅拌盆中蛋白霜的阻力变大，观察蛋白霜表面变得细腻有光泽，打蛋器在盆中走过后纹路变得非常清晰，还有一个能够大致判断的标准就是提起打蛋器后，打蛋头上的蛋白霜形成的边缘有比较锋利的棱角。如果这几个状态都达到的话，蛋白霜基本上就打发到位了。不确定的话，在加入最后一次细砂糖后，用打蛋器中速多搅打3到5分钟。加过酸性物质的蛋白霜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搅打过度。搅打接近结束的时候可以加入色素，你也可以在后续混合杏仁粉的步骤添加，我都试过，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操作上的偏好。值得一提的是，调色除了让马卡龙好看，更重要的作用其实是强化马卡龙的味道。颜色会影响我们对食物味道的判断，调色的时候色素可以多给一点，因为蛋白霜是白色，杏仁粉和糖粉的混合物也是白色中带有一点点黄色，色素太少颜色会特别浅。想要颜色的明度比较低的话，可以加一滴黑色色素，这里就是大家根据想要做的马卡龙口味随意发挥了。蛋白打发好后，
将混合均匀的杏仁粉与糖粉分2次加入到蛋白霜中，每次加入后都用切拌与翻拌的手法将干粉材料融合进蛋白霜中。当搅拌盆中看不到散落的杏仁粉颗粒后，就要进入紧张刺激的马卡龙面糊的制作环节，也是制作马卡龙非常关键的步骤。简单来说，这一步就是通过轻轻碾压已经混合均匀的马卡龙面糊，让蛋白霜中粗糙的大气泡破裂，只留下均匀一致又细密的小气泡。方法上，一般就是用橡胶刮刀将马卡龙面糊从中间朝着搅拌盆壁轻轻涂抹碾压，然后将面糊刮下来混合好后，重复这个操作。碾压的时候不需要太用力，更像是用刮刀轻轻抹过面糊的表面。如果你打发蛋清的搅拌盆比较小，换到一个更大的搅拌盆中更方便操作。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能观察到马卡龙面糊从刚才哑光的质地逐渐变得有光泽，同时也逐渐变得更有流动性。这个步骤比较难的一点在于程度的把控，也就是碾压操作到什么时候是合适的。多数食谱都会告诉你，当马卡龙面糊能从刮刀上形成绵延不绝的飘带状滑落的时候就好了。然而，如果你用的杏仁粉颗粒偏大，配方中蛋白霜里的细砂糖比例不高，使得蛋白霜不够粘稠，你所在的环境湿度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绵延不绝的飘带都是有可能无法形成的。飘带状态只是蛋白霜适度的消泡与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一般观察到面糊有光泽，能够像是熔岩一般缓慢流动，从刮刀滴落的面糊不会迅速与盆中面糊融合到一起，我就觉得这个程度是差不多了。至于多少次碾压操作后会出现这个状态，就与你的碾压时候的力度、操作手法、蛋白的含糖量与稳定性、周围环境的湿度都有关系，可能1-2次就可以了，有时候也需要几十次的操作才能达到这个状态。这一步确实需要多练习才能掌握，没把握的话，我会推荐在面糊变得有光泽后，停留在偏稠一点的面糊状态。相比于稀的面糊，蛋白霜的气泡保留得更多一些，后续烘烤过程中更容易膨胀。做好的马卡龙面糊装填到事先准备好的裱花袋中，挤在烤盘内。挤的时候，裱花嘴垂直于烤盘，离烤盘大约1厘米的高度保持不变，然后一次性挤出需要的大小。轻轻旋转一下裱花嘴，把面糊切断，拿起烤盘拍一拍底部，帮助马卡龙面糊在烤盘内摊平。也可以提起垫子的一个角进行甩动，速度更快一些。如果你的马卡龙面糊还没做这一步，就已经摊得非常平整，大概率搅拌做的次数多了一些，导致面糊偏稀。如果面糊无法形成平整的表面，就是面糊偏稠。记住这一次的状态，下次制作的时候做出相应的调整就好。可以用牙签戳破马卡龙表面的一些大气泡。如果你发现气泡特别多，仿佛怎么也戳不完，那就是蛋白打发或是刚才碾压消泡的步骤没做到位。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气泡的。接下来就是晾皮，也是马卡龙制作中很关键的一步。坚固的表皮使得马卡龙在烘烤过程中受热膨胀的气泡只能从底部与侧边逃逸，形成漂亮的裙边。在晾皮的时候，马卡龙的边缘干燥的速度比中心更快，烤盘边缘的马卡龙比烤盘中央的干得更快，所以你摸烤盘中间的马卡龙顶部中心，得到的结果最准确。一定要感受不到任何粘黏才行。马卡龙任何顶部烤得开裂的问题，都是因为表皮不够坚固就丢进烤箱烘烤了，比如照片里这个样子。同时这个照片还显示了用烘焙纸做马卡龙会遇到的变形问题。晾皮的速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环境湿度、温度和空气流动的速率，因此自然环境晾皮所需时间不是特别稳定。我家经常1个小时了，表皮还是很黏。这个过程中蛋白霜也在不停消泡，晾皮太久也会导致马卡龙制作失败。烤箱晾皮是我现在用的方法。我家烤箱的发酵功能可以提供100华氏度的低温，我会把马卡龙放在这个温度5分钟后拿出来，然后开始预热烤箱。拿出来后大约15分钟，表皮就会变得非常坚固了。不用更高温度的原因是，我的烤箱烘烤模式最低温度是170华氏度。在这个温度下晾皮，马卡龙从烤箱拿出来后，会因为过大的温差导致马卡龙内部回缩，形成褶皱的表面。不放更长时间的原因是我家烤箱预热很慢，等预热的这段时间足够刚才温热的马卡龙形成坚固的表皮了。
我还尝试过有些食谱中的开着烤箱门低温烘烤一段时间，再关闭烤箱门调高温度的这种方法。我试过很多不同的温度温差组合，至少对我的烤箱来说没有成功过。最后就是烘烤了。如果你采用烤箱晾皮的方法，就在马卡龙从烤箱中拿出来后预热烤箱；如果自然晾皮，就在挤完马卡龙后预热烤箱。我看到过的食谱中用的烘烤温度真的是千差万别，这也是由大家的烤箱的温度控制和温度的准确性不一样，食谱中的食材比例不同，马卡龙的大小不同等各种因素导致的。我用的烘烤温度是350华氏度，烘烤8分钟后打开烤箱门，旋转烤盘180度，调低温度到280华氏度，继续烘烤8分钟。旋转烤盘是因为我的烤箱靠内侧的温度要高于外侧，这样做能烘烤更加均匀。出炉后转移到烤架上放凉，继续留在烤盘内的话，马卡龙底部会继续加热，可能让它变得更加干燥。放凉后再将马卡龙从烤垫上取下来，可以看到是非常漂亮的裙边。油布做出来的马卡龙底部非常平整，有特别轻微的凹陷，是马卡龙成功的标志之一。内部组织也是非常饱满的状态。这是仅仅把新鲜蛋清换成了盒装灭菌纯蛋清后，用完全一样的操作步骤烤出来的结果，同样也是组织饱满，是不是有些出乎你的意料呢？这里你可能会注意到，我把马卡龙烤得非常干燥，而且顶部和底部都已经上色。顶部上色主要是烘烤温度和时长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保证马卡龙烤熟的情况下，降低温度或缩短烘烤时长，或者先用高温后改为低温的方法，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此外，这篇文章中的实验结果显示，在相同的烘烤条件下，糖粉比例比较高的马卡龙上色更严重。虽然没有解释原因，但我猜测是糖粉中的玉米淀粉在烘烤的时候更容易上色。底部上色主要是底面受热过多导致的。换用浅色的烤盘或用双烤盘，把油布换成导热慢的硅胶垫，都能一定程度上减少底部的受热。所以这里就有很多的排列组合可以尝试。马卡龙算是对温度非常敏感的烘焙，一点点受热上的改变都会影响到你的烘烤结果。这一盘绿色的就是换用硅胶垫，并把初始的8分钟的180度改为170摄氏度，其他条件保持不变，颜色就保持得非常好，但是可以看到内部组织是比较湿润的状态，顶部有非常少量的空洞，对法式马卡龙来说是正常的现象，在加好馅料熟成的过程中就会重新变得饱满。继续降低温度到160摄氏度，全程温度不变，烤了20分钟。颜色虽然很鲜艳，但放凉后马卡龙也很难从烤垫上完整的拿下来，内部湿润，顶部有很大的空洞。想要低温烘烤以保持鲜艳的颜色，又要缩短加热时间避免上色，同时还想把马卡龙烤熟，可以借助热风功能。比如这一盘黄色的同样是160摄氏度，热风下烘烤18分钟，跟刚刚不开热风的结果完全不同。马卡龙的烘烤确实需要经过多次的尝试，才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烤箱的温度、时间的组合，前提是要控制变量。在烘烤这一步之外，其他的步骤和烘烤条件都尽量保持一致。最后是马卡龙夹馅的部分，我今天做的是柠檬乳酪口味的，味道偏酸一些，柠檬清香，与马卡龙外壳的甜味搭配非常合适。需要的材料有室温软化的奶油奶酪100克，淡奶油50克，细砂糖30克，柠檬1颗，取10克柠檬汁和1整颗柠檬的柠檬皮屑。这些材料大概可以挤30克左右的马卡龙。在室温软化的奶油奶酪中加入全部的细砂糖，用刮刀将两者混合均匀后，擦入柠檬皮，加入10克柠檬汁，加入全部的淡奶油，用电动打蛋器最高速度搅打到没有流动性的状态。这个馅料含水量比较多，适合烤得比较干燥的马卡龙壳。把大小差不多的马卡龙壳两两配对，挤上馅料，放入密封的袋子或容器内，放到冰箱隔夜冷藏。这个过程中，马卡龙壳会吸收馅料中的水分，质地变软，与馅料的味道也更加融合。马卡龙的美味就不用做过多的描述了，搭配一杯热茶细细品味，真的非常惬意。在
在制作马卡龙的过程中，虽然中间一次次的失败让人有些抓狂，但通过探究与实践，分析原因并完善制作方法，到最后能稳定做出马卡龙时，心中的那份喜悦真的是无与伦比。更让我高兴的是，通过这个视频能把我制作过程中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希望这期视频能帮助你也做出理想的马卡龙。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我是大头，我们下期再见。